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诚意杨紫新剧收视不佳，和第三女家具有关系，后面平台方不知道怎么办。诚意杨紫主演的《沉香如粉》后半段完美收官，《沉香重华》后半段播出后紧随其后，继续抢热度，成为更有存在感的一部夏季剧集。随着下半场的播出，上半场《沉香如粉》的收视率已经悄然放出，结果坦白说不是很理想，达不到及格线，5.6分微不足道。影片评价人数超过10万，星级分布合理，1星到3星的比例相近，4到5星的比例相对较低。这是一整天的公平分数，而且里面没有那么多水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一个不及格的成绩。既然失败是有原因的，那么有2个因素会影响它。影响评级的第一个因素是第3位女性更严重。杨紫才是这部剧中真正的女1号，为了让她出演，也是费了一番功夫。女2是孟子怡，饰演燕檀的妹妹。她们应该具有相对较高的角色比例，是合乎逻辑的。这部剧中的第3位女性影灯几乎每一集都出现了，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让人感觉到她的存在。女2孟子怡被推倒在的，与女主杨紫平分秋色。女3不是各方面都红，在剧集中的存在感太高，让观众反感，不是喜欢看你，而是你无处不在。这反过来又对剧集有一定的影响，观众的感官不好，收视率自然就低了。可以说女3影响了整部剧的口碑，演技不是很好，戏份还是那么多。而这部剧的造型也更加精致，压着女1号杨紫，可见这位女星的底蕴有多大。有消息称，这位女演员与节目制作人的关系并不那么好，并且在开播时处于热门位置，最终未能成功。综上所述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拖着男主角、女主角诚意杨紫，存在感太强，噱头太严重。影响收视失败的第2个因素，平台不知道如何取悦观众。播出该剧的平台是某某户，对这部剧的重视程度更高，期望其完成 KPI， 产生一定的可观利润。节目播出时间越长，利润越高，产生的广告收入也就越多。所以节目的周期被平台拖得更久了。剧情逐渐好转后，观众期待能早点看到后续的剧集，于是推着平台连播，不喜欢挤牙膏。但平台根本不理会他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慢慢没掉了观众的看剧兴趣。此举表明平台真的不知道如何取悦观众，迎合他们的口味。一旦观众不满意，他们对这部剧的态度也不会好多少，基于他们的主观情绪，评分也不会高。我显然想给他一个5，但为了平台，我会给他一个3。可以说是平台的不理解拉低了这部剧的平均分，背后是平台的无奈，他们为什么不懂得倾听大众的意见呢？上一档节目《遇见你》也是如此，一拖再拖，观众的反抗一度很高。如果不是迪丽热巴任嘉伦的脸，他们早就集体弃剧了。这一次是面对诚意杨紫，看到邀请当红演员的魅力，在于他们可以固留，即使平台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。沉香如粉的收视率尚未定性，后续上调的机会不大。02有的人因为觉得男主诚意丑而拒绝看剧，给2分丑古装剧《沉香如屑》正在热播。好在该剧成功占领了暑期档，收获了不少人气。综合来看，该剧的热度还不错，分列同期第1和第2。即便是最火的影视剧，也有人不喜欢，总有弃剧的现象。沉香如屑也是如此，有些观众不喜欢看。奇怪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男主诚意太丑了，根本没有看的欲望。甚至有人直言，连杨紫的面子都不给，就是看不了戏。对于诚意的丑，有观众给出了2个常见的丑点，就是这2个丑点让他们没有追剧的欲望。诚意被嫌弃的丑点，嘴巴突兀，看起来很别扭。诚意的五官说实话还是比较普通的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说得更突兀的是他的嘴，诚意嘴里仔细观察着，美中不足的是2只苍蝇，一方面有点霸道，下唇遮住上唇，另一边他有点撅嘴，平时嘴巴都在撅着，好像随时随地都要亲人似的。诚意的嘴巴在观众眼里是丑陋的，一般认为是嘴巴比较俏皮。
现代剧还可以，但到了演童话就毁气质了，没有那种仙女的感觉，反而多了一种做作可爱的样子。诚然，演员演古装需要认真，五官要端正，只是程毅的嘴巴总感觉有些肿，说服了一部分观众。程毅自己也不应该想到嘴巴会变成他的丑。程毅讨厌的丑点2：眼睛呆滞，眼睛窄。眼睛对于演员的表演非常重要，是表达情绪的关键，是角色情绪发泄的出口。说到程毅，也有观众觉得程毅的眼睛不好看，表现在眼神里没有精神，两眼之间的距离很窄。不得不说，这些观众的眼光确实不错，而程毅的眼光确实有这些问题。首先是眼神缺乏精神的问题，这在琉璃中有所体现。大部分眼睛都是笔直的，没有任何魅力。沉香如碎屑也是一样，眼神空洞，不自然。不过也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全是星交的时机恰到好处。病娇需要的是呆滞的眼神，软弱无力的眼神。所以程毅的病是比较出圈的，受伤的时候还是个帅气的演员。二是眼睛之间的距离很窄，这也是如此。程毅的视线距离太近了，两只眼睛比较集中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出现对面的眼睛。另外，在演绎古装的时候，一般都会露出整张脸，显得有些别扭。这些观众只是把程毅这两个丑点放大了，觉得程毅一点都不帅，直接放弃了节目。这不应该，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帅点，这些观众应该觉得程毅帅，而不是抓住丑点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程毅长得丑，自然帅。因程毅丑而放弃沉香如屑的观众，其实可以用发现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程毅。也许你会再次成为他的粉丝，成为他的粉丝。03采肖战隐藏招数，黑剧全过程公开，网友直呼活该。网络传闻肖战即将进群，剧本是《太阳与我》，已经流传了3年。好的，虽然不知道是渔网还是蜘蛛网，但小新还是相当坚信网传消息的。自从传出肖战将参演《太阳与我》之后，各种据说就传了出来。例如9月开播，集数达到40集，制作周期长达24个月。再比如服装还在招商，化妆还没拍。又如《太阳有我》有望成为一线卫视或央视明星等。好的，它有效。从一张图片开始，内容完全依赖于编辑。现在我实质不定位图片，我只是简单的组成了整个场景。从演员到资金推广，从创业到明星，都非常完整。由于爱奇艺娱乐大会于9月15日挂起，借助广告号烈日与我的上映时间暂定为同日，还上传了一句有一个过渡的机会，可以有一波用于预热的物质，你可以做起来。这句话没有错，真假结合，可信度大大提高。不管消息的真实性如何，肖战也没有正式对外公布，就成了瓜子料。不计其数的信息传播了多少，可能有一个最有效的最终目标，那就是诱导肖战进机构加溜蛋糕。也有少数网友较快办理手续，开始腌制环节。现阶段选剧组、选配角是重中之重，从女主到配角，从装束到发型，从年龄到外貌，总之荆棘应该是完整的，应该是包罗万象的。如果能引起肖战爱好者的不满，我们就来辩几句吧。太弯了，原因就达到了。让小新不敢相信的是，由于选择了女主，长发庆和锦绣庆在网络上分道扬镳。投入的够认真的，这种心态特别好。如果你把你的想法放在绘画和家庭上，可能没有什么是你不能拿下的。在网上踩肖战真是太幸福了。这是为了激起网友的反感，占据舆论的过渡底线吗？不只是喜欢女主，打算停止展示。好的，不要犹豫。肖战和女主拍完戏就想把他们的狂热分子推后，好吗？小新批准了。一个不给糖就捣蛋的迂回定位故障。不过该剧现在还没有正式推出，电影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只需要打破时差，全力以赴破坏肖战的人气。好心啊，但是习惯可以改变吗？催入机关、挑刺、催杀的功法在玉骨药和梦中海中都有使用。
肖战爱好者现在已经不冷了。诡计必须经常试新的，古色古香的招数不能施展刺的程度降费了多少？不要让每个人都觉得你技术不好，要尽快考虑引渡什么，并有点新意。然而现在换汤不再是药了。不，必须说不转换程序就换显示器，现在真的不再难了。所以不能怪肖战的粉丝们冷漠。除了上一部剧的至高无上无缝进院，进院之前剧组选拔很重要，接下来的流程就是进院剧本提炼和语句提炼，之后最终确定无缝访问机构改进无限循环。不要小看收官的一步，这是在播的过程中自嘲和选题了。朝圣者的尝试和检查程序是绝对公开的。你遇到过哪些方法？如果你都遇到过，恭喜你获得黑色礼包。顾名思义，要封杀所有的高手还很遥远，没有人受委屈。最后，让我们用时间和电影放弃这段文字。虾爬发誓，今生不再考虑吃瓜或采甜品，只考虑终身可靠的公告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